韩国这部韩剧真的是随时都有新的变化跟消息哦。刚刚有最新消息说，行政厅厅长告诉大家，当时第一时间尹锡悦是一直打电话给人家，叫人家行政厅长逮捕所有的议员的。而昨天他又再度的出面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执政党本来挺他的韩东勋这几个人说是不知情的。在这场记者会里面，除了再度强调他的戒严是有正当性，是为了大家好，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大陆吗？除了说依法行使职权之外，他认为中国公民威胁南韩安全，所以呢，他才要做戒严。包括了釜山有无人机拍美军航空母舰，中国人以无人机拍摄南韩情报单位，中国生产的太阳能设备破坏南韩的森林，哇！跟我们执政党的也蛮像的啊，所以这个原来又可以出于善意的霸凌，是利益良善的戒严。好，那这个戒严在第二次的合理化的记者会，更惹怒了南韩的民众，真的是疯了哦！危害国安，用无人机拍美军基地，美国也有过。美国之音说，司法部特别逮捕了一名中国大陆的公民周颖飘，指控去偷拍军事设备，如何？CIA 有印证，真的有无人机偷拍吗？影响到要让南韩戒严不可吗？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直接斥责说，这样的对南韩内政，他本来是不做评论的，但坚决反对韩方将问题扯到这个涉华因素。炒作莫须有的所谓中国间谍一样跟着我们台湾出现这些网红一样，指控别人都不需要证据的，他也没有提出证据来，然后抹黑正常的经贸合作，不利于中韩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尹锡悦弹劾案上一次没有过，但明天下午又有一波新的弹劾，8票会不会过？有没有人跳槽？现在包括了执政党韩东勋都跳槽了，目前已经有7个执政党的议员说出来说，已经公开宣称他们即将倒戈，会支持弹劾案，就差1个人。那到底会不会有可能达到所谓连在野党执政党联合起来的过关弹劾？明天就知道了，因为第一夫人的检调查案已经成立了，所以尹锡悦硬撑垂死的挣扎不辞职被形容叫做比跛鸭更惨，不是跛鸭是什么？是死鸭子，死鸭子嘴硬一只，那已经是最后的困兽之斗，已经不可能再得到任何的支持，会有力量了吗？美国不挺，在野党不挺，执政党不挺，民众更是怒吼。现在民意如何？民调支持度已经掉到个位数11个百分比之后，现在甚至还在比上周继续往下掉。那南韩民众的愤怒，看到他们冲到了总统官邸的画面，看这画面可以看到民众非常愤怒，他们直接想冲到官邸里面去抗议然后这个地方就在首尔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入口。他们高呼要尹锡悦下台，他们身上冲上了马路，哇，这个直接要把路上都占据了。这样的愤怒，这也是戒严闹剧以来发生最严重的冲突。另外还有跟警方这个韩国示威者要称弹劾，撕掉谁？这些当时反弹劾走出议场的议员，他们把这些议员的照片除了登在头版头之外，还做成布条。然后全部的人再把布条撕掉，这上面的人头是谁？就是你们反对弹劾尹锡悦的议员们。你想想看，这些议员压力有多大，民意继续的沸腾跟愤怒。但是尹锡悦出来主张这个戒严正当，让外媒问了一个问题，他打电话到总统府去询问，《金融时报》问，请问南韩现在是谁在治理国家呢？谁在管事呢？南韩总统府发言人说，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官方答案。这位芝加哥南韩政治专家很惊讶，他说这个太可怕了，没有人知道是谁在掌控军队，甚至总统办公室也说不出来南韩谁管事谁当家。这所谓的有序的在过渡交接给下一位执政者，这个说法已经是完全违背，而且让人家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制度还存在的现象吗？还有美日韩同盟因此也紧张了吗？韩国的代理国防部长跟韩国的美联军司令举行的视讯会议，在这个韩美的对话里头，国防部就表示，现在目前这种所谓的联合的模式呢，要加强韩美同盟联合防卫很紧张，所以他需要进一步加以确认跟了解。而日本的外务大臣也说，即便状况变成这样，还是欢迎我们之间意见沟通，
不管情况变成怎么样，日韩的关系重要性不变吗？那或者是很多餐厅在南韩呢、直接撤掉了有尹锡悦合照的餐厅的地方，因为担心呢、会有一些民众不满，或者是因此对餐厅有迁怒嘛。那还被问到一件事情是，南韩的外交部长赵对列，为什么他在国会质询的时候答不出来啊？为什么这个突然发生戒严的事情的时候，美国的大使吉扣你啊，连打了好像是10几通电话吧，他都不回不接，为什么？他回答，因为情况太紧急了，不想误导美国政府。韩国这出戏哦，明天到底能不能弹劾会成功？看起来尹锡悦能撑下去的几率也不高了哦。将军，你看到军队这种被下令做各种执行，但其实像本来警察厅厅长也没有执行，把议员全部抓起来嘛。那军队也没有真的冲进去议会血洗，或是把人全部抓进监狱嘛，这也是一种形态。军人很明显的对这种事情，因为光州事件给他们的韩国军人的教训太深，而且我到韩国去都聊韩国的军方对这件事情很敏感，所以被骗了就告诉哎呀要执行任务，他不告诉你什么任务。到了国会，所有军人都傻了，这种是叫乱命的，他不可能服从的，所以叫消极怠工嘛。为什么政变不成功？政变通常要流血啊。一流血，人家就进入了寒蝉了，对不对？你又没有流血，那韩国老百姓你要晓得，他这个民族性是非常强悍的。那不是说今天这一件事情引爆，最近这10年以来，韩国老百姓的生活很不堪的。他的所谓下流老人呢，在全世界比例第1。什么叫下流老人呢？65岁以后没有自己供养自己的能力。那这种代表是经济弱势已经很严重了。我想观众都看过一个到人家富人家当下女的那一家上流社会那个人，寄生上流，寄生上流，那就是说明他的普罗大众啊，这个经济收入有问题。最近还有一个炸弹马上要来，也是人心惶惶。川普一上台，韩国的三星还能混吗？现代还能活吗？那韩国的主要企业是靠这个，所以这个经济上不看好，再加上你尹锡悦乱搞，老婆可以花了上百亿的这个韩币去美容，这种就激发出这种抗。而且现在老百姓最厉害一招，不是光是在冲撞总统府，把你这些国会议员的名字、电话号码、照片都弄出来，你下次还要不要选？你还要不要玩？所以你挺尹锡悦的中心的议员到底有多少？所以到时候辩解的可能。那尹锡悦在搞什么东西呢？今天就东扯西拉，找些人来说他戒严的正当性。啊，中国有匪谍，这个航拍他的基地。天哪，现在的卫星多精密啊！无人机能拍到什么东西啊？无人机看到了，跟人家卫星上看到放大到10公分的东西都看得到。那你还有无人机有多大的效果？就栽赃要栽在这个上面。所以中国政府也讲。你依法办嘛？有吗？有你依法办吗？这根本不构成重大的情报外泄嘛。所以4个字了，狗急跳墙。现在看的状况很不堪了。我们看历史啊，自古以来啊，发生这种刑案、命案的事情啊，2种吧，贪官啊，一个我通通扛了，你把我杀了，我家人后代还有黑道的帮我照顾到；一种呢，就到处攀咬。啊，吉大使也参加，赖岳谦也参加，你也参加，就搞得他现在就是这样搞吧，要死一起死，哎，都要死一起死。他现在拉什么中国了，谁的？所以逼得他不得不戒严，这叫戒严的正当性，但是是胡扯八道的事情。当时你看我的看到这种语言是尹锡悦第2次记者会，第一个先讲说我们的国会跟北韩勾结，有那中共同路人的 feel 有没有？北韩同路人。然后再来就扯中共有渗透我们的各种的情节，让他不得不宣布戒严。哇，那他前一天道歉是道歉什么？他事实上的话，他是懂法律的哈，只是他不懂政治，也不懂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可能他也不太懂，他是懂法律的。第一个就是说要弹劾他，事实上的话门槛还蛮高的。哎，你不要说这个国会通过以后还有这个韩国的宪法法院啊。还有120天的时间呢。那现在宪法法院的话，只有6名法官，对，要全票通过。
那有一票不通过的话，那他的弹劾案也成不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我认为尹锡悦认为他自己是有机会的，所以他当时他才走这条偏锋啊，即使失败的话。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个辩护自己有权啊，这个怎么讲哈？宣布戒严来讲没有错，他是有权。那问题就变成那个是否有当无当，对不对？是你乱宣布，你是滥用你总统的职权呢，还是呢你是恰当的？这个也没有人来说他对和错，最后有哪里啊？还是一样弹劾，国会啊，国会来弹劾他，而且呢，任何国家的总统都享有各种法律的豁免权，所以你除非你把它弹劾掉，要不然你其他的法律对他来讲哈，都基本上都伤不到他的身的，所以他是很清楚他自己的法律，那他自己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现在他在法律上的处境，他认为他还有一搏之机会，所以呢，他现在就站出来，就是说我跟你就怎么样，势不两立到底嘛，我们就斗到底，而且我也不认错，这个是非成败不是转头空啊，就是非啊，现在你说我非，我说我是，就各说各话，要跟你争到底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是他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方面，就政治上他一直都很优质，把韩国走到这样子的极端亲美极端亲日也是造成反中也是造成今天他受到这个韩国老百姓唾弃的一个原因。那他为什么我推测他为什么在这个讲话里面把中国大陆拖下水？其实又把他的这个反中的这个形象打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向美国表忠。对，他在提醒美国，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外力就是美国了。美国是不是要帮他忙？我觉得他还是对美国有期望的。我觉得他在这个场合里面去对中国发出这个攻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向美国发讯号，说你看我反中，你赶快来救我吧。所以我觉得他是懂法律，可是政治上是白痴。赖老师，检察官开始要对于他提出侦讯，到他的办公室住家去搜索的时候他就知道，如果他辞职下台，不管是明年的2月或是6月，他都有可能会面临司法上的审判。司法上的审判对于他来讲是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就改变了他的主意了。也就是说，之前他跟他的党国民力量党的韩东勋有交易，这个交易呢，第一个就是保老婆，所以金建熙的案不能通过，第一次没过啊。对，第二个就是不能弹劾他。那他一看说检察官已经开始启动了，已经要进入司法，我觉得他把他的老婆抛弃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感情是经不起个人利益的考验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当他反过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不承认他的错，从道歉，然后到他没有错，然后他戒严是对的时候，那这样的等于是打脸了国民力量党，打脸了韩东勋。所以在这个特检法，就是对金建熙的特别检察法的法案审查的时候，你看韩东勋他们就放手了，那就通过了。这等于是他出卖了他自己的老婆了，他的老婆开始要被接受调查了那接着你看他继续自保自己，就是把自己就是要丢入说好，我由弹劾案来定，弹劾案应该是会通过，通过以后我从大法官里面，大法官有4位是我任命的，我觉得他赌最后的这一把。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赌法基本上来讲是不会得到他想要的。为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明天就要投票了。如果国民力量党在阻止、在阻扰，没有让这个弹劾案通过的话，那韩国人的愤怒除了对于这个尹锡悦的愤怒以外，会转移到这个国民力量党。所以您看到国民力量党的那一些这个国会议员他们的人头像是不断的被媒体、被群众抗议中，那么表现出来的时候，到时候愤怒会发在他们身上，这个对国民力量党的议员非常的不利他们的家、他们的孩子、他个人、他的办公室、他的团队都会非常的不利，所以他们的压力是每一次的弹劾失败，他们的压力就会上升。所以我觉得终究会有一次一定会通过。一旦弹劾案通过以后，明天下午会不会过呢？我觉得搞不好就是明天就通过了。明天通过以后，那就是大法官了。
我才不相信韩国的大法官敢跟这么多的整个全国的老百姓直接对抗，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说是尹锡悦所任命的大法官，那么说尹锡悦没罪的话，我敢保证那些大法官的下场也不会好过。有没有可能像我们一样，国会通过，大法官说不行？因为我们台湾人民会怎么样？我们台湾人民太温顺了。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韩国人不容许。川普2.0即将1月份就要就职，倒数的时刻，川普做了一件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们的总统就职典礼是没有再邀请外国元首的哦，顶多就是驻当地的大使参加。但他这一次直接宣布，他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他说啊，在受访的时候特别讲啊，新政府将跟中国进行大量的对话，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良好，我和中国的关系也好得惊人。只是被新冠肺炎所影响而已。但到底习近平参不参加 ？CNN 的报道是说，哦，对川普来说，说服习近平能够飞越半个地球，让他出席这次的就职典礼，将是他认为一大的成功。那他自己讲，哎呀，我喜欢冒点小风险。大陆外交部则是回应说，目前未予置评，只表示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不证实、不否认，也不排除。哦，但 CNN 另外一则报道告诉大家是说，可能他本人并不会直接出席，而是派高层的代表来出席就可以了吗？那白宫后任新闻秘书李威特则说，哦，有待对方确定。那川普愿意跟所有的国际领袖对话，让世界和平。但问题是，那还有其他的国家全部都要请来吗？那到底去了之后，对台湾来讲，又会不会是另外一种风险？感觉是美中共管台海的概念吗？那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既然现在发挥要互补嘛，习近平说，让各自的成功成为彼此的机遇。重点是来自于平等的协商、妥善处理，所以会怎么看这次出席大典，就看是不是认为有没有平等，或者是可以真的变成助力，而不是阻力。那根据考虑说，让人民币贬值来因应中国大陆可能面对美国川普政府即将祭出的关税措施呢？他说，这个路透社也报道，明年要让人民币贬值，因应川普关税战啊。美国总统当选川普的资深贸易顾问说，中国啊，如果操控货币去贬值的话，美国政府呢会进一步再提高更高的关税。哇，温冤相报何时了哈？川普关税反噬效应吗？2027年美国的 GDP 可能会下降1.1个百分比。这个观点是来自于日经的报道，他认为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这种提高关税各种措施，不管对墨西哥、加拿大或中国大陆，那这种的各种的做法，直接会让工作岗位减少。然后物价上涨，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预期的一定会被拉低。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将失去自由贸易的果实吗？但川普还没上任，就已经再度登上了《时代》杂志。这次封面看起来意气风发呀。那他也自己说，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次上了《时代》杂志呀。那击败的有英国凯特王妃，还有其他的人哦。他就说，我们见证他的巅峰。哇，马斯克嘛，当然也不会超越他嘛，所以就是川普了。而川普过去一直跟很多亲民主党的媒体对干，那其中一个当然就是祖克伯啦。当时也喊话哦，曾经说他都做假新闻啊，攻击他的选战啊，甚至还放话要把他抓去关。结果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准备就任之前呢，这个祖克伯开始捐款。捐了100万美元表忠表示这个叫做即将就任的就职办公室基金等等，来表示要和缓两个人的关系，是大家都在捐功德款呐。那或者是 FBI 的角色，检察官有的该辞就已经准备辞了嘛。FBI 也宣布他要提早辞职，因为呢，他讲经过几个星期的思考，让我任职到1月就好了，任期明明是到2027年的，他辞职。过去川普说，这个 FBI 对他追杀呀，海湖山庄里头机密文件啊，各种的处理都是一种司法的
迫害哈。那这次 FBI 虽然当年是他任命的，但在拜登时代对他有这些司法的追诉啊，所以他就说，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个伟大的日子，重建美国的法治制度。然后，所以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喊着，因为这个 FBI 的局长侵入他的家，所以他对于这个结果不兴奋啊，但他觉得也是该的，他该走了这样子的概念而已哦。将军，美国现在跟中国，假设习近平的关系像他讲的这么的好，前所未有的好，对台湾的讯息是什么？觉得如果习近平真的到美国去的话，对台湾不是很好消息啊。当然，这个很多外媒都已经讲了，解决台湾问题是透过华盛顿的。中国透过华盛顿来管制。我们现在观察川普真是很了不起啊，是成功的商人，厉害的政客。一上台先讲，普丁是我好朋友，习近平也是我好朋友，全世界最厉害的3个巨头都是他好朋友，表示说什么都可以谈。商人眼里没有道理说跟你一次翻脸决生死的，慢慢谈嘛，漫天喊价，落地还钱。我觉得习近平不大可能会去，为什么呢？2国元首要见面了，下面他们外交部干什么事？要谈什么事情？什么结果？你的好处在哪里？我的好处在哪里？回来要对自己国民要有一个说法吧。习近平有人在大陆、美国谈好什么东西吗？美国能不能放弃说给中国大陆加的关税？中国大陆能不能说你不放弃关税，你跟我平等来往？你要制裁我，这些东西大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如果是2个人见面说错一句话，这些政治人物的这个信用度就有问题了。川普反正是叫空手套白狼嘛，我可以邀请或者是我欢迎他来，就放个话，表示什么？他可以解决俄乌战争。有普丁如果跟他能说得上话，中国大陆愿意帮忙，他不就可以拿诺贝尔的和平奖了吗？对他这个声势是不是起得来？对美国是有一个 great again 嘛，我能够调和这种战争嘛，当然是一本万利嘛。我只要不给乌克兰的资源，断了你的这个军援、金援，所以你看那个北约那个吕特那是放屁。你北约国家有被你这个秘书长能鼓捣说去支援乌克兰吗？不可能嘛！所以我一再在电视上讲，这些政客蹭声量讲话，打1折听的不要听。这件事情是很重大，因为美国这个川普上台，我看他自己认为只有4年，他绝对会兴大风做大浪。FBI 要换 ，CIA 要换，他说这是以前政府的手术刀啊，专门来制裁我们的。而且川普的个性是有仇必报，真的，他绝对会这样搞。你们国防部那些高级将领都跟军火公司都有来往，我找个上尉去当部长，你们的人事任命我统统要重新搞过。这也是一种反贪腐啊，因为美国的国防预算在川普的眼里已经是极度的浪费啊，一发飞弹400万美金呢，打个1000发，一看是多少钱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偏偏碰到美军的军队要急于换装啊，又是一大笔钱呢，海外基地支出那么大，所以川普当然说你开源节流嘛，你少个搞嘛，基地可能就要关闭啊，就跟欧洲放话啊，你们要保护，你要给钱呢，要给大笔的钱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川普啊，这次是美国历史历来的总统。敢做这么大的变革的是他成了，他永垂万世，了不起，对不对？他不成没关系，我就4年，I try， 我试过了，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东西会做180度的颠覆，但是是不是能够达到他选举的目标？达不到，但是他已经做了，初步有点成效，罪犯赶出去了，移民赶出去一部分了，经济上获得一大堆关税的钱，他可以交代了。大使对川普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叫做惯例，惯例就是拿来打破的，所以他不管用人任命，或者是你看连个就职典礼都没有惯例。他是要建立川普的时代嘛，对不对？他要建立新的一些风气吧，一些新的体制吧。
不过虽然这个 Time 给他这个年代这个风人娃娃那是2024哦，已经要过了，对，2025可能不是他，所以就是我们易经来讲的话，他这个不是飞龙在天哦，他已经亢龙有悔了，他现在已经狂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他可能后面的就是悔恨的事情会比较多了，物极必反，物极必反了。他这个光美国现在问题就很大了。对，他要把这个美国的这些非法移民遣送出境有人估计他整个要花2兆美元，整个的这个从头到尾要做完的话2兆美金，对，所以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呐。那这个我觉得习近平绝对不会去的，对，对，因为这个是川普自认为登峰造极之举啊。也就是说，你今天我今天当了美国总统，万邦来朝。如果中国都来的话，就表示都怕他。对，现在大家不是喜欢他，大家都是怕他，所以谁去就表示谁怕他。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考量很清楚的，这个局势看得很清楚。而且呢，中国大陆现在的盟友是俄罗斯，不是你美国，只是告诉你美国不要老是挑衅。两败俱伤，中国大陆的盟友是这个金砖10国，是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全球南方，所以他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跑去参加那一场就职典礼，有什么意思？在那个零下10度15度的这个户外，站在那边看着他那边手按着圣经，有什么？就是那个仪式而已嘛。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而且这也有违国际惯例。这个其实在外交上，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士大夫无私交，西方人也是非常清楚的。你如果对这个国家有利，你去，或者说你去了以后，对你国家可以争取到很多，你就去，那没有什么私交不私交的问题。所以很少国家，这什么总统就职还搞一个这个全世界的东邀来，所以我说是亢龙有悔啊。这个是一个美国要走下坡的一个迹象啦。那未来我觉得就变成说，美国什么都关税，什么都关税，讲得简单，你关税最后谁付嘛？所有都知道关税都是美国老百姓在付啊，美国消费者在付，动不动就关税，动不动就关税。中国大陆只是美国要用动用关税的1/10个对象而已啊，对不对？加拿大也是要动用，这个墨西哥也要动用，日本也要动用，菲律宾也要动，欧盟也要动用。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金砖9国也要动用，他只有这一招，那他忘记了。下面一句话就是可以谈，可以谈，可是问题就变成大家一识破他的这个就跟他玩硬的，他也硬不起来。你如果硬到最后的话，你这么多敌人，你可以处理吗？所以我觉得川普是一个很会怎么讲很会唬人的。然后遇到真正先声夺人再说，遇到真正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比拜登还会更小心啊。现在这个赖老师你怎么看？川普在打中国牌的概念是什么？一直讲，包括俄乌战争要请中国来帮忙包括我跟习近平多好，跟中国关系越来越好嘛。我觉得他一直在打中国牌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地位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打到最后的时候，美国变成老二中国变成老大，因为他摆不平老三，就是普丁。那他老二摆不平老三，那所以要请大哥出来帮忙因为只有大哥出来讲话，才能够把老三的问题解决嘛。那大哥出来讲话，怎么可能会用你老二的主张跟意见呢？当然就是以老大的意见为主嘛。这样子情形下来调和这是一种开玩笑的一种说法了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事实上，川普是要打破惯例，150年来的惯例，没错，从来没有邀请。他这样的一个举动，确实就引起了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你看台湾也关注到不行，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像美国也传达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强到不行了，你不得不去重视，你不可以忽视它，它是如此的强大所以我打破惯例了，我邀请他来。基本上来讲，我个人的推断是，习近平去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一定会有代表团过去。
我举个例子啊，例如说去年的时候啊，英王查理加冕，等于是登基嘛。英国的国王登基的时候，中国也有派这个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团，就是韩正国家副主席。那在中南美洲应该是秘鲁还是哪一个？好像是秘鲁啊，他们的总统新上任的时候韩正也有去出席。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川普他邀请了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出席参加他的典礼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习近平不会去，但是他的代表团很有可能会去因为你邀请了，那就礼尚往来嘛，这也是释放出一个讯息。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是韩正去的，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化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润基大使。浅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两岸关系呢，现在已经僵到不能再僵，真的是很少有良性的交流。大陆学生团刚刚离开，那么双城论坛12月17号办不办得了？第一时间呢，陆委会拖，第一次的宣布说，勉为同意嘛，就是有条件，只要到时候不会突然就加大军事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到时候就要叫他这个延后，否则的话勉强同意。但今天传出来最新。他的封杀黑名单，这个邀请的来宾想要来到台湾的这群访问团里头，有这个上海市台办主任的金梅这位直接不准他来，那大陆媒体有9位审核也不过，直接封杀。那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要补件等等的，台北市政府说都没有收到啊，到底为什么不合规定因为有党籍还是任何原因也没有讲清楚啊。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中央政府一定是综合考量国家的利益，如果不得已决定，例如说全部都不准或等等的，也是由中央政府来负责，请台北市政府不要担心，就是说市政府这是我决定的双城论坛你办不办？如果你真的办不了，像这样形同直接卡关，到底还办不办得了？不知道，因为上海方会不会觉得这个受到了不礼貌的侵犯所以他是不是甚至会不来我不知道。但现在呢，这个吴思瑶却讲另外一套说法，他骂这个蒋万安说，拜托蒋万安可以不要再妈宝了吗？居然只想把球丢给陆委会，光这两个人谈话放在一起，就觉得我们是不是认知错乱我们这个梁文杰说台北市不担心，反正是我们决定我们扛。可是这个难道吴思瑶意思是说，把陆委会的决策权交给地方政府自行决定那不是好了吗？不然跟妈宝到底有什么关系？他自己该负责的这个小编发文挺戒严都还没有解释过呢所以现在在台海关系很紧张的情况之下，美军跟北约之间说是要变成支持台湾最大的力量吗？例如海巡舰这个1对1的监控，有9艘大陆的海警船今天凌晨从这个在中国海警船在我国周边的海域袭扰灰色地带，就到凌晨2点40分，原本徘徊的9艘海警船通通都离开了就说是因为我们监控的结果，或者是中共的基建大规模扰台，那这种报道内容都是说路过，结果就被我们要求离开对方就说路过离开，就是都是被我们驱离的吗？还是人家本来常态的就在这些活动里头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来去自如呢？那至于军演一直喊到底存不存在的军演，赖总统出访来回来以后一直说没有他不是预言会有，但国防部坚持就是有，那到底有还没有？连美方 AIT 的人都跳出来说话了，没有认为任何的这个演习是跟赖总统直接出访有关，所以其实军演无需冠名啦，也不用什么利剑2024 CABD 的新常态，就是现在的更严峻的台海危机。在很多学者的分析里面就认为其实这个选择不对外宣布的呢，却是一个新策略。整个印太的挑战远比表面上的紧张局势更深刻、更持久，所以像北约秘书长吕特所说的中俄快速扩增军备非常危险，北约要转向战时思维，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为未来跟俄罗斯发生冲突做好准备。乌克兰为了你们北约已经打了这么久了，那要做什么准备？现在要增加国防开支吗？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
关注中国台海胁迫，美国会严密的监控，帮助这个台湾来防卫吗？那他其实也马上就要下台了，接下来的美国态度没有人知道，但美日现在被形容叫做都自顾不暇。为什么？光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解放军3波有3型6舰，先后从冲攻水道返回东海，进入东海，那引起相当高度的关注。像这么大批的数量经过这个地方，对日本来讲非常严密紧张。而美国的智库也评估关岛如果万一在第1岛链、第2岛链这边的美军机场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解放军攻击的话，严重停摆。严重将会使得美军空中战力直接被威胁，而且机场至少要关1.7天才能恢复运作，关闭基地的时间更长，可以长达11.7天等等。再告诉大家什么？他们已经在严防，接下来可能万一跟中国大陆起冲突的时候，可能面对的美国的状况非常的不利，包括无人机、提升跑道修复能力等等，他们都在因应这件事情。更何况美军4星上将第一次20年来说是被解雇，发生什么事情了呢？那么美国陆军部长沃尔穆斯解雇的，他告诉大家，因为这名将军不当干预了高级指挥官的选拔过程，据说啦还有双丑闻，以至于戏剧性的直接拔除。所以美军现在除了被说预算不足啦、新的军备各种能力之外，连这个人事上也很不安定。加上川普上来不是就要对付原本的军系的吗？将军在我们看到台海很严峻的时刻，光这些部署我们都还因应不了了，还在为双城论坛的一个意识形态吵闹不休。其实早在赖清德出国访问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讲不会有利剑这种演习，因为美国已经很明显把你访美的行程降低接待的规格，所以解放军不会为这个事情来搞一个军事演习。第二个，既然这个军演没有成功，结果我们国防部又配合国安单位高层，什么90条军舰啦、6个封闭区了，讲了半天，经过日本跟美国的媒体的查证，根本没有啊！而且军舰威胁的是日本啊，那么3批每批多少条船从宫古海盗那样走，它对台湾有什么太大影响？所以这个东西我很早以前给他下个结论，叫装鬼吓人嘛。那装鬼吓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希望你交流嘛。因为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希望两岸交流，一天到晚大家造谣怎么样，你进来看。那双城论坛是14年来持续举行的一个论坛，双方的一个城市级的交流。台湾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为了这个妨碍这个交流，搞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演啊，形势紧张，国军还跑到这个桃园还是哪里，把坦克车的拉出来，飞弹这个亮出来，好像真有军演这个威胁的一样。重点就是要阻扰这个两岸交流的问题。讲完也讲了，14年来，这个已经是个惯例。还有什么文件没有补齐的呢？不但的就要求他补件，要补什么东西呢？也说不清楚。现在没办法了，最后的赖招就是把来客的名单这个封杀那个封杀，封杀到人家不愿意来为止。表面上还尊重台北市，由你来决定。骨子里我把你请的客人，我们今天在当主人的请客，你主要的客人都不准来，那请来了有没有意义？对方也觉得我是个真正台办的业务，就是跟台湾交流嘛。台湾主人不能来，你不准我来干嘛呢？我派些什么人来呢？所以眼看的这个东西就是被民进党用一种各种拿不上台面的手段来封杀这个交流的行为，就很明显嘛。前面搞的假新闻啊，90条基线，我跟你讲，那个区域是拼拼凑凑，把东海、南海所有老共在海上执行任务的这个基建都加起来，那400万平方公里。对呀，400万平方公里，90条人撒下去，你拿卫星还不见得找得到了，对不对？第二个，这里面还有海警船，他犯台的时候要海警船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他就很难自圆其说，偏偏美国也给你打脸，美国也不希望两岸这个时候起一个火头啊。你们美国的对台政策、两岸政策就你们好可以谈嘛。所以这个东西，日本又给你打脸，
我们台东外海只发现1架无人机，这个东西啊，这1架是带了核子弹头吗？台湾有那么紧张吗？所以这些装神弄鬼的事情就是妨碍两岸城市交流。讲蛮明白了，就是这个目的。今天用出最篓的招，你请的客人我都不准进来。那会谈不成功是你蒋万安的责任，不是我政府的责任。所以啊，这些人呢，我讲嘛，政客的话跟放屁一样的，根本懒得听了。当时哦，这个陆委会第一次讲，哎呀，如果万一有这个两岸的气氛围恶化，就要立刻停或延后，所以还是暂时准。就第2次名单审核直接公布说这些人不能来。台办主任有什么了不起吗？上海台办主任因为上海台办主任前一任是直接跟胡歌一起入境，记得吗？那时候还在筹备的期间就已经来过了结果人家这次新任主任不能来媒体不是强调我们新闻自由的地方吗？就大陆媒体几位不能来，那这是摆明的就只是前一波卡不了，这一波要让对方自己不来吗？因为推动台独如果两岸的民间或者两岸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是友善的、是正常交流的话，台独就推动不了。台独一定要建立在两岸的对立仇视，或者甚至怎么样，或者互相的攻击上面，台湾它的台独才有基础啊。所以呢，就是说民进党因为他这个目前他们是要推动台独的，所以他就要让两岸之间不要交流。然后呢，不要友好，然后呢，最好是对立、互骂，然后紧张。那没有紧张呢，就制造紧张啊。你没有紧张，没有恶化的话，就说大陆已经军演了，结果人家大陆没有宣布军演，也没有军演，美国也打脸所以理由不足怎么办？用下一招。民进党做什么时候理由足了？他做什么事都是强词夺理，然后强渡关山嘛。你可以看出这是一系列的。对不对？不断的挑衅大陆，然后呢，不断的怎么样？比如说大陆来一团学生，来这个桌球王子，这都是很中性的以带着友谊过来的。你看他们这个基本上一发觉台湾的也有友谊，对大陆也没有敌意的时候，他就紧张了，好怕呀！他就要散步，就要再怎么样，就要鸡蛋里挑骨头，再怎么样，在清水里面投毒药，这是他们的做法。为什么呢？他推动的政治主张，事实上是违反两岸之间的基本关系的本质的。为什么？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对不对？我们的祖先哪一个不是从大陆来的？原住民虽然推到最早，台湾跟大陆考古的时候，陆地是连在一起的。原住民福建的原住民基本上跟我们大陆的这个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很接近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一定要制造仇恨，一定要制造对立，才能够推动他的台独。所以台独就必须要有仇恨，台独就必须要有对立。相反的呢，台独是不允许怎么样友好，不允许和平，不允许怎么样这种交流的。所以你看这一次他进这个两岸这个所谓的这个双城论坛。这个蒋万安讲的就都举办14年了，这是第15届耶，这第15届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这个过去对于这个两岸之间大家彼此借鉴诚挚的建设，然后呢，上海对台湾也很友好，台湾对大陆的上海也很友好，这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一定要见面就要怎么样？就要剑拔弩张，就要怒目相视，就随时准备打起来吗？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本质吗？对人都是要这样子吗？台湾人多敦厚的，你一定要在这个我们一向都是很好客的。台湾你走从南到北，你会发觉台湾的老百姓都是怎么样？都是善良好客的。那为什么你民进党一定要这样子把台湾人的这个形象搞成这样呢？刁难，然后呢破坏，然后呢没事挑事，人家军演由你来宣布。这华世界是大鸡嘛，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个推动台独是真的是最损害台湾的基本利益的。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友善，可是他们就不给我们这些东西。赖教授因为这个是喊军演喊过头翻车，所以没有办法成为理由，所以就用卡名单。那这招就只能说，让对方自己不来吗？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是很丢脸、很恶质了我现在帮台北市民讲话
我们双城论坛，因为上海是中国大陆数一数二的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很现代化的，而且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它在全世界排名的城市中也是名列前茅啊。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它过去透过双城论坛到台湾来，也学习了好多的台湾优秀的、很棒的经验。1999啊，垃圾啊，回收啊，他们都学到好多。然后我们台湾台北市政府，因为我在台北市政府在柯文哲时代的时候，我担任两岸的这个工作小组的委员嘛那我们也到上海去的时候，我们也学到了好多上海的这个国际化的问题啦，他们的推动市政的这种有效性。我觉得这个对于两个城市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尤其对我们台湾来讲，台北市民的发展很有帮助。除了这些城市的建设以外，两岸的两个城市里面的中学生、小学生的来往，还有我们社区的这些妈妈们、爸爸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来往。这个都很美好的事情，而且呢，都是对于我们的台北市民来讲我们的区里民他们都很开心，都很高兴，因为大家都有才华、有才艺，有很多退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他们可以加入很多社区的这些活动，然后都可以到大陆去跟他们有交流，彼此之间交换很多意见，很好、很美丽的一件事情。其实台北市民是现在都变中共同路人了。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台北市民喜欢，所以民进党政府废不了，不能让蒋万安再加分啊。对，因为民进党知道说台北市民很喜欢这个双城论坛因为这个论坛一直让两个城市，这是地方的城市嘛，让两个城市一直的交往更密切，而且让两个城市的来往更便捷。因为对于我们台北市民到上海来讲，或者是上海市民到台北，在过去马英九时代的时候，坦白说是很美好的一段时间。可是这一些事情都是让这个民进党不开心、不快乐，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本来想搞一个很奇妙的AIT 说不存在的所谓的军演，不存在的军演那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赖清德也好，民进党，你怎么可以怀疑美国 AIT 的判断？你怎么可以怀疑美国国防部的判断？因为国防部说没有军演没看到AIT 也说没有你怎么可以怀疑他们呢？以美论不得了这个简直是出卖台湾的人罪大恶极罪大恶极这个很严重的事情这么严重的以美论竟然发生在民进党身上。好，那搞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以后，在台湾完全不起作用，台湾人没有人相信，媒体最后揭露出来了。你看这2天的媒体都说军演在哪里，很多专家跑出来了说军演在哪里，都没看见好，一场闹剧演完了以后，一看没有办法在台湾形成一种肃杀之气、恐惧之气，然后中断这个双城论坛，做不到了。那结果就开始出见不得人的小手，没有理由的卡住对方的媒体来，还有这个市台办的主任来。我们要问我们的观众朋友，民进党政府这么怕媒体这么怕新闻自由好特殊这个党真的是对言论思想的自由，他是要掌控，所以他难怪会发出那一篇戒严文。双城论坛办第15年了，当时松山跟虹桥直航也是第1届双城论坛促成的，现在却怕到不能来，连这个来宾组都还要筛选成这样，觉得是不可思议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咯。